谈到中国的芯片，很多人心里不是很能够确认中国落后整个世界这么多，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神威、太湖之光分别列为世界超级计算机的排名冠亚军，连续好几年了。那么美国最好的超级计算机排名最多也就是第5名，所以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批评，是吧？说不要瞎说，是吧？中国的这个高科技领域内其实是有很多成果的，只是你不知道，因为公开的资料太少。这让我联想起前2年好像有过这方面的介绍，说是中国在高性能的计算机设计、制造各个方面都是领先的。那么能够通过高强度、快速的运算，能够解决天气预报问题，能够解决这个地质灾害、自然灾害的提前预警。其实它还有一个没说，就是核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国都已经完全摒弃了真正的核试验，无论是在海岛上、荒岛上的，还是在地下的现在都不玩了。现在都玩的是数据计算，在计算机里玩核爆炸。所以跟着就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商务部出台的实体清单限制你购买东西了，未经美国政府允许，不再同意让美国任何个人和公司向你出售科技产品了。美国商务部的这些清单里有16排的中国大学和超级计算机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超级计算机太先进了，美国人追赶不上，他觉得你的成绩过于优秀，美国人嫉妒了，所以美国人限制你购买英特尔的芯片了。那你拿什么来组装超级计算机呢？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的2个词，一个是超算中心，是吧？国家超算中心是讲超级计算机的，这个可以把它理解为 F1 赛车这一类的，对吧？非常非常先进，跑得快，运算速度优异，别人赶不上你。其实我们更容易接触到的叫云计算云计算就像一个公共汽车一样，其实云计算的底层也是超级计算机。现在不谈这个量子计算机了，是吧？它还没到实用阶段。那么经典计算机它的核心是什么？那归根到底还是芯片，是不是？有些人说不对，全球有45%的高性能的芯片是由台积电制造的，台积电是台湾的台湾是中国的，所以中国有制造芯片的能力，是啊，这个逻辑也对，但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全国江山一片红这张邮票，全国都是红的，就台湾是白的。这张邮票因为它在发行的过程中间利用色差把台湾登出去了，所以很快就被召回了。这张邮票也是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比较出名的，现在收藏价值也很高。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知道的这些信息，尤其是在内地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单边灌输。你能得到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政府想让你知道的。那么，如果说你能翻墙，其实你能在油管看视频的同时，你也可以查阅更多的资料。墙对你来说已经是可以逾越的了。当然了，这个可能要被捕，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翻墙软件其实都不安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安全的翻墙软件。你要想指望完全能够翻墙又不被管束，其实是只有2个条件：一，你是电脑高手，不留任何痕迹；二，你本身就是共军。否则的话，危险始终伴随着你。翻墙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勇气，而不是技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技术上都不是大拿，对吧？那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你想知道公开信息的、透明信息的这个渠道，就只有翻墙。无论你的兴趣点在哪儿，只要你少一点这种不良信息，让政府感觉到你的思想在转变，你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平衡的这种危险分子，那么你就不再安全了。而且所有的记录都是不可抹杀的，正常情况下他会给你存档，当需要的时候他会按需抓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15岁的孩子被抓被训诫已经不是新闻了。那么这2天紧接着又抓了好几个，最低的是14岁，可以说不断的在刷新年龄的下限，年龄今后将不再是可以保护你的这个标准了。那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吧？那你翻墙的动力可能就更多了。有纯粹探索科学知识的，也有探索人体奥秘的，玩这个电子游戏的，最终你闲极无聊的时候，都会接到一个推送，或者一不留神点了一个涉及到时政的，你会感觉到非常受伤。你听到的东西跟原来知道的不一样啊，它打破你的认知了。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不是说你愿意学个鸵鸟，它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最多也就是不想知道这么追星的新闻，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无助。你原先认知的这个世界，包括你认为代表国家意志的这些宣传部门，他们说的东西原来都是骗我的。而且最可怕的一点是，即便你知道你在被骗，你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因为整个一个国家从上到下，他都在默默地承受着。2年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驱逐低端人口，北京大冬天3天之内要求你搬家，你不搬，他把你的行李家伙事儿都给你摔在马路上。寒风凛凛的大街上，无助的人那种眼光，看了以后你会觉得非常震撼。完了，你说低端的人口没有能力挑战社会规则，只能打了牙王肚子里咽。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了红蓝黄事件，红蓝黄事件让我们知道中产也不安全。
一个月能交得起3000块托儿费的，绝对不是低收入家庭，他们肯定不是低端人口了，对不对？那他们也在扛的。到了今年，我们又看到拆这个小产权房，江苏还有一个价值过亿的庄园也被拆了。被拆的房主最后甚至无奈地跟政府代表说：“我把这个农庄捐给政府，我不要了，我不要补偿，我只希望保留它，因为把它拆了太可惜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拆迁的机械，是吧？过亿的房子说拆就拆了。那北京的这一帮小产权呢，最后也没保住，他们甚至认为能够熬过1月1号新的土地法出来以后，有可能就会得到保全。但是很遗憾，政府的铁拳3斧子2爆的就把你的梦想破灭了。中国有很多人其实是生活在信息单边透明的状态下，他们自认为自己还是幸福的，最起码到现在为止，生活还很平静，祖国依然强大。你说你对中国限制芯片的进口了，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造。银河号、天河号、神威号，太湖之光，都是民族之光。甚至即便美国商务部把它列入管制清单，未来我们还会看到中国的超算中心不断的推出能够在全世界争夺冠亚军的这种超级计算机，因为之前囤货呀，囤完了货以后可以改进设计呀，可以做更多的并联电路，让它发挥出更加优越的计算功能。今后我们在报纸上、新闻中看到的这些民族的荣耀，短时间内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它能长久吗？你即便有锉刀，是吧？你说你要带动五金行业的腾飞，买点芯片来把 logo 换一下，但是你还有个前提你能不断的买得着吗？芯片这个东西它会更新换代的，很快就会淘换掉一批。那你下一代的超级计算机拿什么来做核心的计算能力呢？等中国自己研究，好像等不及那么靠存货弥补不了代差的问题，靠走私很难，因为大型的计算机，别说超算了，就是服务器这一类的高强度的运转，它也是要有零配件来更换的。前面我们都知道，把外部世界的信息渗透到中国，然后呢，大家鼓励推抢。其实美国人做得更绝，作为美国政府这一方，尤其是商务部的实体管制清单，他做到的是拆墙。当他限制中国的芯片进口，你就应该可以预测到，在未来的中国，所有的监控，包括这2天在吹的区块链这一类的东西技术上都是达不到的，没有任何可能。它只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筹码，它在威胁美国。美元的霸主地位是随时可以遇到挑战的，因为俄罗斯和伊朗都被限制了，都被制裁了，它没有美元了，它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结算体系。那么中方如果说提出来搞这个区块链，
就意味着中俄会联手打造一个数字结算系统。好了，再见。